中秋当晚，我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等妻子回来，一直等到半夜也见不到她的身影。这时外卖小哥给我送了一盒芒果馅的月饼，还塞给我一盒小气球，神秘兮兮开口：“大哥，尺寸不错啊。”老婆给我打来电话，有些心虚道：“亲爱的，中秋快乐，给你点了外卖月饼吗？”我听着电话那边男人的喘息声，陷入沉思。他好像应该知道我芒果过敏了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柳如烟在电话那头继续说道：“月饼花了888，老公记得给我报销。”婚后，柳如烟所有的开销都是从我口袋里出的，哪怕买一根香菜都习惯找我报销。我看着月饼盒里的发票，陷入了沉思。88元。半夜，我刷到了他竹马禽兽发的一条朋友圈，白色的床单，迷离的眼神比了个耶，配文：“所谓偏爱，就是他永远会不顾一切走向你。”我惨淡一笑，评论：“注意身体。”忍着胃里涌起的恶心，给柳如烟赚了888加88元。没到2分钟，页面在刷新，我被禽兽拉黑了。柳如烟气急败坏的给我打电话骂道：“方圆，你是不是有心理疾病？大过节的时间我身边的人干什么？禽兽有抑郁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吓到他你负责吗？”还没等我开口，电话那头传来沉重的喘息声：“如烟，你压着我大腿。”柳如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冷着脸问道。今晚高中同学聚会，大家玩得正尽兴呢。没等我开口，电话那头只剩下嘟嘟声。7年的感情抵不过竹马，一日一早，柳如烟带着一身酒气回了家，嘴里还在哼着小曲。和他在一起这么久，鲜少听见他的歌声，想来昨夜过得十分愉快。他看见桌上的月饼一动未动，立马生气地喊道：“方圆，你什么意思？总念叨我不给你买礼物，给你买了你一口都不吃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柳如烟靠在餐椅上，皱着眉继续冲我怒吼：“赶紧去给我冲杯解酒茶，我快累死了！你有点眼力见行不行？”听着那一如既往的抱怨语气，我心里冷笑。中秋节当晚，我的妻子答应回来和我一起过节，没有做到，和别人的男人在外喝得烂醉，一夜未归。回家后对我一句解释也没有，还怪我没有情商，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没脸没皮，可以随意拿捏？柳如烟曾在婚前和我坦白过，她的心中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叫禽兽，说禽兽温暖了她一整个青春。我问过她，那现在你对她还有感情吗？她摇摇头，一把扑进我的怀里，温柔回应：当然没有，现在我的眼里心底只有你一人。可自从3年前禽兽离婚回国后，柳如烟陪伴我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无论何时，只要禽兽一条消息，柳如烟就会不顾一切抛下我，赶赴她的身边。7年的婚姻生活，从当初被心爱之人接受的欣喜，到如今的一次次失望，我顿觉心累。见我站着不动，柳如烟的脸色变得铁青。方圆，你是故意装聋还是傻了？谁允许你大清早对我甩脸子？赶紧去！我捂着仍在隐隐作痛的腿，淡淡回道：想和自己去泡吧。话音刚落，柳如烟已经勃然大怒：你不就是因为昨天我没回家陪你过节的事情生气吗？今晚我请你出去吃一顿不就行了？小肚鸡肠的男人真可怕。说完，他立即将手上的包甩了过来，重重砸在了我的身上。他似乎已经忘了半个月前我刚出过车祸，身上的伤还没好透。我揉了揉腰，淡淡回道：我没有生气。柳如烟气急败坏地继续说道：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婚后我对柳如烟百依百顺，我答应过她，她只要安心工作，家里的一切事宜都由我来，甚至婚后她都没有进过厨房，她习惯了使唤我。见我没有回应，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睛继续说道：我和你说了，昨晚是高中同学喊我们聚一聚，你和他们不熟，我不好带你去。我看了看他，叹了口气：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些，不重要了。柳如烟气得直接打开了月饼，准备继续找茬，却发现盒子上赫然写芒果馅料。她满目震惊地说道：我想她应该记起来我对芒果过敏，而禽兽最爱吃的就是芒果馅的食物。看她一脸慌张，我突然开口：怎么是送差了吗？柳如烟刚欲解释，我又从手边拿出了昨天的外卖袋。我怎么不记得我是这个尺寸？柳如烟愣了片刻，眸中闪过一丝慌张，拿着小孩嗝屁套不知所措。我忍不住皱眉，算了，你不用解释。婚后，柳如烟跟我说不想太早生孩子，我便答应了下来。爸妈多次提及这个话题，我都借口工作太忙帮他应付了过去。我们每年行房事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一整袋小孩嗝屁套我都无法想象要用多久。柳如烟抿了抿嘴，解释道：这是我送给你的中秋惊喜。怎么感觉你收到后并没有很开心？我默默地看了他片刻，没有说话。柳如烟见状，立马挽着我的手腕说道：我休息一会，然后带你去重新买一份礼物好不好？你记得昨天你答应我什么了吗？发言被突然打断，柳如烟怔了几秒，费力回想半天，而后有点心虚地皱紧眉头，语气不耐：中秋假期3天，又不是只有昨天一天，我今天陪你过不就好了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？我工作这么辛苦，偶尔跟朋友们出去玩玩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非得惹我不开心才痛快是吗？这3年，每当我质问他为何和禽兽联系这么密切时，他也是这副说辞。你也知道禽兽和我的关系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我多帮他又怎么了？工程找谁做都是做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？好像从始至终我都是一个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的男人。我默默地看了他片刻，从桌下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：柳如烟，我们离婚吧。当婚姻走到尽头，我想要的不过是尽快结束。出门后，我直接去了公司，正值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，我不得不重视。员工们看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：方总，不是说中秋要陪夫人过节的吗？我笑笑回道：有些事情要来处理。随即员工们激动地喊道：夫人给我们安排了美味的午餐。我大吃一惊，赶紧打开公司群聊。柳如烟在群里告诉员工们，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加班，中午安排了太和楼午餐，他们有任何需求都可以直接提出来。心疼方总过节还心系工作，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。群里人见状纷纷赞道：方总和夫人感情真好。而我
只是打心眼里觉得嫌恶，不知道他又想搞什么。婚后柳如烟便当起了我的贴身助理，美其名曰要随时伴我左右。正准备发消息给他已经提着大包小包的食物到了公司。招呼完员工们，柳如烟立马冲过来挽着我的胳膊喊道：“老公，我来陪你一起加班了。”她语气间的温柔说出来不免让人觉得对我有着浓浓爱意。她死死扣紧我的手，扑闪着双眼看着我，我一把甩开她，语气森然：“柳如烟，我已经和你提出离婚了，请你不要再做出这些让人误会的举动。”一旁欣喜的员工们纷纷侧目看着我，小声议论着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柳如烟并没有暴怒，她一把将我拉进了办公室。她摇着我的手腕，语气有些内疚和自责：“方圆，我深刻反思了这7年的感情，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之前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愿意改，但我和禽兽之间真的清清白白，那只是个误会。不要再把离婚挂在嘴边好不好？我本就心情不佳，离开家后还是摆脱不了柳如烟，语气变得十分不耐烦。不用再跟我解释这些，你和禽兽之间的事情，现在我都不在乎。”柳如烟瞬间红了眼眶，我不信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昨天晚上真的是我和禽兽都收到了通知，才一起去的。这些年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，我和禽兽就是纯粹的好朋友的关系，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相信我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想问问柳如烟，在我面前伪装这么久，到底累不累？他的衣柜最下层放着写给禽兽的日记，中秋陪他聚会到清晨，数不清的暧昧动态。我长叹一口气，柳如烟，我对你死心，不仅仅是因为昨晚你没回家陪我过节，失望是满满攒起来的，而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。当我说完这句话，柳如烟的眼角不自觉地落了泪，她歇斯底里道：“方圆，你难道忘了当初求婚时和我说过什么吗？你不可以抛下我，我不允许。当初求婚时我确实答应过会一生一世爱她，保护她，给她最好的一切。”可并不代表我的头上闪着绿光，这份许诺依然有效。我平静地等他发完疯，淡淡开口说道：“柳如烟，你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，先走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柳如烟怔了几秒。这句话她曾经对我说过。那时候我发现柳如烟总是打着我的旗号，私下里带着禽兽拉伸。我和她因为此事意见不合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那一晚，她气得摔门而出，留下一句：“方圆，你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，有点吓到我了。”她张了张嘴，说了句：“那你晚上早点回家。”落荒而逃。离开公司后，柳如烟突然变得对我关心起来，一下午都在给我发信息，说今晚亲自下厨，让我早点回家吃饭。和她之前一样，看完后我就默默合上了手机。曾经我也是这般热脸贴着她的冷屁股，事到如今，不知她这副深情要演给谁看。晚上我约了兄弟们一起喝酒，兄弟们接到我的电话，第一反应都是：“你老婆同意你出来。”柳如烟的控制欲很强，婚后对我处处要求，甚至我想和兄弟们出去玩一玩、看会比赛，她都不同意。妻管严，这个帽子一直扣在我的头上，久久摘不下来。我笑笑回应：“从今以后，我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不需要她同意。”我们约在了之前常聚会的会所，刚开始我便举杯敬大家，一杯烈酒下肚。兄弟韩星辰赶忙拉着我问道：“兄弟，和柳如烟吵架了吗？你可要少喝点，万一柳如烟又来砸场子，我可招架不住。”我推开他的手回道：“从今天起，我恢复自由身了。柳如烟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刚结婚那半年，有天晚上韩星辰过生日约我们在这里喝酒，也是同一个包厢。柳如烟气冲冲地走进来，二话没说，直接掀翻了桌子，对我的朋友们说：从今天起，不允许你们再约方圆喝酒。我见一次摔一次桌子。大家都知道我爱惨了柳如烟，所以自然不会和他争执。想到以前对柳如烟的顺从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端起酒杯再度一口闷。韩星辰虽看不惯柳如烟，但还是把手机递给了我，说道：给他道个歉吧。我有些疑惑地看向他，谁料他直截了当说道：不就是又被老婆拉黑了吗？手机借给你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你这样闷头喝酒，兄弟们心里都没底。话音刚落，柳如烟直接推门冲了进来，一众兄弟们立马起身，面色慌张解释道：他没有喝多少酒，你别说他。众人吓得紧紧按住了桌子。就在我也以为柳如烟要掀翻桌子时，柳如烟走到我身旁，拉着我的手臂，轻声说道：今天不要喝太多好不好？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我带你回家。他一反常态，让所有人都满脸惊诧。我直接甩开他，语气冷漠：柳如烟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就是认不清这个现实呢？再度让所有人震惊的是，听见我这么说，他并没有暴怒，而是继续拉着我的手腕说道：我在家等了你一晚上，你少吃点，跟我回家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？酒过3巡，本来舒缓了些许的心情再一次变得烦躁起来。柳如烟，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愿意放手？柳如烟鼻尖一酸，刚要开口，我的手机叮的一声响起，航班信息出现在了手机上。他立马挽上我的胳膊问道：方圆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半个月后的行程了吗？不要闹了好不好？跟我回家吧，那是我期盼已久的旅行。和柳如烟提及多次，我主动安排好了所有行程，她才不情不愿答应下。拍婚纱照时，柳如烟刚动了阑尾炎手术，身体十分虚弱，所以拍的效果很不满意。都说7年之痒，我想趁着这个日子重新和柳如烟拍一套旅行照片，弥补当年的遗憾。可是到如今，我一点旅行的心情都没有。我没忘，但是我不想和你去。我语气森然。柳如烟急红了眼，方圆，还要我怎么和你解释呢？就因为我一夜未归，你就非得闹到离婚才肯罢休吗？我们本来就在一家公司，你不为我想想，也要为公司想，你就不怕离了婚，我爆出什么公司黑料，让你上市失败吗？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心沉入谷底，竟没想到我让他成为我的贴身助理，明里暗里给禽兽行方便，如今走到离婚这一步，还想用自己掌握的资料威胁我。其实刚和他在一起时，兄弟韩星辰就曾提醒过我，柳如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单纯，很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境和我在一起，那时我恋爱脑上头，听不进去任何劝告。
我始终觉得柳如烟答应我是被我的一腔真诚所打动，但这2年，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奇怪，她心里明明住着另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赶紧甩了我，追求自己的幸福？直到现在听到她说的话，我才明白，她自视是我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员，掌握着核心机密，认定我不可能和她离婚，因为今年是我公司上市的关键年。柳如烟继续补充道：“我为这个公司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你怎么忍心和我分开？离开了我，谁能这么用心帮助我？我一直觉得夫妻同心，所以很多事情我都全权交给柳如烟去做，并未过问。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她和我谈判的把柄，我不愿意和她过多纠缠，所以十分不耐烦地对她说道：如果你觉得你掌握的机密可以将我拉下水，那你就去告我。离婚这件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明天你立刻去人事办理辞职离开。”柳如烟听闻我赶她走，瞬间急了，刚开口，门外禽兽提着一个手提袋推开门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如烟，你的睡衣落在我车上。我抬眸看去，禽兽正一脸玩味地打量着我。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加烦躁，我懒得理他，准备直接请他离开。谁料禽兽直接欺身上前，将手提袋递给了我。我强忍着怒意看了2眼手提袋里面的睡衣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款式，我都不知柳如烟私下里还有如此撩人的一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语气森然，死死盯着禽兽。禽兽摊开手笑了笑，解释道：没什么，只是如烟昨天喝多了，衣服落在了我这里，我怕她着急用，所以赶忙送了。尽管我已经对柳如烟彻底死心，但是看见袋子里装的兔儿朵睡衣时，我还是忍不住气得笑出了声。我看了看身后的柳如烟，指着门口说道：她就在屋里，你们现在一起走，能温存一番。说完，我一把将柳如烟推进了禽兽的怀里。关门的刹那，柳如烟气急败坏在门外冲我大喊：方圆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是没完。柳如烟很好面子，每次陪她参加同学聚会，她都要求我做到尽善尽美。之前在我朋友们面前如此嚣张的一面，今日被我服了面子，自是要记恨。可我并不在意，我紧闭双唇，盯着门口，眸底尽显怒意。兄弟们为了照顾我的颜面，全程未提及刚才的事情。我们喝了很多酒，聊了最近发生的趣事和以后的计划。确信我是真的打算和柳如烟彻底结束后，兄弟们就是重提当年你和柳如烟告白时，她跟你要99万就很不合理，也就你头铁愿意给她。是啊，当年我和柳如烟告白，还包下了一架私人飞机给她送礼物。起初她还不愿答应，直到我承诺她，凡我所有，你皆可拿去。柳如烟便狮子大开口向我要了99万，说只要我愿意当场转给她，便答应做我的女朋友。我二话没说给家里打了通电话，爸妈痛骂了我一顿，最终我还是回家要来了这笔钱。如今想想真是不值，当年我在爸爸书房门口整整跪了1夜。散场后，我在路边打了辆车，回家的路上我缓缓闭上眼，回忆着晚上所发生的一切。途径颠簸处，我腿撞击到了前排的座椅，不禁疼的嘶了一声，似乎是伤口裂开了。灰色的运动裤上渗着血，我急忙让司机调转了方向，师傅，把我送到市医院去。红绿灯处，司机下意识地看了看我，见我疼的额头冒着大颗大颗的汗珠，连忙问道：小伙子，怎么样，还坚持得住吗？我从唇齿间挤出一抹微笑，问道：没什么事，就是伤口撕裂开了。司机似乎是出于担心，很快便把我送进了医院。路上，司机满脸担忧地对我说：年轻人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受了伤要好好休养啊，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我抿着唇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出了点小事，想舒缓一下情绪，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我眼眶有些动容。处理完伤口，回到家已是半夜，我自顾自开始收拾柳如烟的衣物。在衣帽间的最里侧，我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情侣款的配饰。刚开始在一起时，我很喜欢和柳如烟用情侣款的物品，我还会找原创店铺根据我们的经历设计定制。柳如烟总是嫌弃我太幼稚，买回来的都放在角落里落灰，甚至连车里的香薰都不愿意和我用情侣款。如今我看着眼前这些，像是在无声嘲笑我的独角戏。我烦躁地将这些情侣款的东西全部丢进了垃圾袋里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，接连被挂断3次后，我不耐烦地接了起来。电话那头是禽兽的声音：如烟喝多了，吵着要你来接，我把定位发给你。电话那头，我隐隐听见柳如烟喊着：兽哥！心猝不及防地漏跳了一排，禽兽立马慌张地补了句：尽快！挂断了电话，我本想着拒绝，可柳如烟还是得回来取一趟衣服，索性收起刚刚不该有的情绪出发了。临走前还看见了玄关处，我出差特意给柳如烟带的情侣鞋被随意地丢在角落里落灰。走到包厢门口，门虚掩着，我看见柳如烟正满目柔情地缱绻在禽兽的怀里，里面传来嬉笑声。以前如烟姐喝多了总是要和你回去，怎么今天想起她那老公来了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唇齿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里面的嬉笑声戛然而止，禽兽脸上写满了尴尬。禽兽将柳如烟扶起，凑在她耳边说道：醒醒，方圆来接你了。换做以前，亲眼见到这场景，我肯定会冲上去质问他。可现在我面色平静地走上前去，拉了一把柳如烟。柳如烟似乎是真的喝醉了，无动于衷，嘴里模糊不清地呢喃道：走开，不许碰我。我很少见到柳如烟如此失态。禽兽见状也上来帮忙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她送到车上。临走前，禽兽和我说了句：回去之后冲点绿茶给她姐解酒，她爱喝。今晚她心情很不好，她心里还是有你的。禽兽说出后半句时，眼底闪过明显的失落。我沉下眸子，思索了几秒，喊住了禽兽：我希望你尽快说服柳如烟和我离婚。禽兽嫉妒欲言又止，最终离开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柳如烟借着酒劲不管不顾地打砸起来，嘴里一直在质问我为什么非要离婚呢？我骂她是疯子，但柳如烟已经失去了理智。我见她砸碎了我的珍藏手办，冲上去直接甩了她一巴掌。柳如烟，要疯出去疯！一巴掌下去，柳如烟逐渐变得清醒了些，她瘫坐在地上拉着我的腿，哭着问道：方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她的指甲嵌入了我的伤口，疼得我不自觉地又踢了她一脚。最后我将她拉回了房间，她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，连澡都没洗就睡着了。期间柳如烟的手机屏幕一直在闪烁，我本想着解锁替她礼貌性地回复一句，却看见了她和禽兽的聊天记录。我不能离婚，离婚后我就会变得一无所有，没办法再帮你了。
我心里有你，但是我不能承认，我要挽回他。下面一段是禽兽给他发的新消息：到家了吗？还有力气洗澡吗？别让他碰你，我会极度的发疯。我静静的留存了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合上了手机。虽然我竭力告诉自己不该再为这些事情难过，可是呼吸还是忍不住急促起来，捏紧了双拳。我将这些顺手转给了公司法务。一直以来，人前人后，我和柳如烟都是被人艳羡的一对，实在是没想到7年的感情，内里已经腐败不堪。我半靠在床边，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还没醒，我给她留了张纸条，便回公司开会去。会议开到一半，柳如烟带着她的爸妈直接冲了进来。因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会议，都是高保密级别，我气得直接吼道：“出去！”谁料柳如烟却不依不饶，不想被拍进去的人赶紧离开。公司的员工们没有爱听墙角的习惯，见状快速离开了。婚后，柳如烟的爸妈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，每个月我会给他们3万生活费。他们一直很喜欢我，毕竟我是摇钱树。如今再见面，他爸妈的脸色铁青，眸中盛满了怒意。我十分生气地问道：“柳如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柳如烟直接开门见山说道：“早上人事通知我结算工资办离职了，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赔偿问题。”我冷哼2声，直接叫来了人事。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直接跟人事说。谁料柳如烟却直接拿出解聘合同，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，摔在了我的脸上。这赔偿的金额不对，我交代人事按照市场的最高价遣散，不会有误。只能是柳如烟太过于贪心。我面色冷峻地问了句：“那你想要多少？”柳如烟直接伸出了5个手指，500万。我冷笑2声回怼：“你凭什么认为你自己值这么多？”这时一旁的柳如烟的妈妈出声说道：“如烟帮了你7年，这是她应得的。”我冷着眼看向他们，平日里没少找我帮忙，要钱的时候也是一点都不遮掩。柳如烟的爸妈每年平均要出国旅行3次，每次都是要求坐头等舱，订最好的套餐。我一直觉得夫妻本该同心，既然成为了一家人，就不该计较这么多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如今要离婚，他们竟然会狮子大开口。柳如烟知道这笔钱我是不会给她的，公司要上市，我必须保证账户上有足够的流动资金。柳如烟勾唇一笑回答说：“如果你给不了，还有一个解决方案，那就是我们的婚姻继续，只要你不提离婚，我就不要这些钱。”我眼底闪过一抹愕然，看着柳如烟一脸自信的模样，我眉头蹙起。既然我给的方案你不同意，那就直接仲裁吧，和我们的离婚案一起。柳如烟爸妈见我态度坚决，拉着柳如烟小声说道：“要不你和他再商量商量。”柳如烟的声音软和了下来：“要是500万给不了，那就300万吧。这7年我为你的付出值这么多钱。”话音未落，我立马出声打断了他：“值这么多钱？我高烧不退，要你送我去医院，你没去；我急性肠胃炎，你将我丢在路边上；我2年生日你都没有陪我一起过，这桩桩件件，哪一条值那些钱？”柳如烟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她拉着她的爸妈灰溜溜的走了。我远程将家里的密码改了，会还没结束，物业告诉我柳如烟找来了开锁师傅，想要重新配锁，我气得直接报了警。员工们忍不住小声议论了几句。回到家后，柳如烟还在对着物业大吵大闹着：“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凭什么不能换锁？”物业见到我回来了，长吁一口气。柳如烟的爸妈见到我，直接一把将物业拉到了我的面前，说道：“女婿，就是他都不让我们换锁，你让他眼睛看看清楚我们是谁。”柳如烟爸妈不是第一次这么嚣张了，我早已习惯了他们的手法，每次都是吵不赢就报警，只有警察判定他们是过错方，才能浇灭他们的嚣张气焰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那张气焰嚣张的脸，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柳如烟的爸妈满脸愕然：“我们是你的丈人丈母娘啊！”我冷笑了2声：“钱，丈人丈母娘，我已经和你们女儿在走离婚程序了，为什么还要允许你们进我的家？”柳如烟立马气呼呼地吼道：“这房子也有我一半，我有权利带我的爸妈进去，我不想和他废话，直接报了警。”柳如烟见状冲着我吼道：“方圆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当缩头乌龟了？你要不给钱，要不就原谅我，不能哪一样你都不同意吧？”此刻物业看向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，此刻的我也顿觉当初瞎了眼，怎么就会看上柳如烟？警察来了之后，对着柳如烟一家一通数落，既然感情破碎，已经决定离婚了，情理之点吧。柳如烟气不过，说房子里面还有很多她的东西要拿。我走进去推出了3个大行李箱，说了句：“你能拿走的都在这里面，你的情侣配饰和日记本我也给你收拾收拾。”柳如烟满脸错愕，似是想起了什么问道：“你打开看了？”我不想再次回忆当时看见她的日记时候的痛苦，摆了摆手回道：“我对那些没有兴趣。”柳如烟有些尴尬的解释说：“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我只是不小心忘记丢了。”她的日记本纸张虽然泛黄，但是却摆放得整整齐齐，一看就是仔细呵护的模样。我很想问问她，还要我找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证明她和禽兽之间存在爱情？警察走后，柳如烟还是强行要求回家，说我把她赶走，她就无家可归了。我语气冰冷说道：“你不是给禽兽买了套公寓吗？早在1年前，公司的财务就提醒过我，柳如烟挪用了一笔钱，说是给她爸妈买房。”我循着财务提供的信息，发现了柳如烟在江城给禽兽安了家。自决定离婚之后，我还派了私家侦探去为我搜集材料。私家侦探还扒出了禽兽的微博号，里面记录着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日常。柳如烟的朋友圈背景图右上角有一个小写的 L， 我一直以为是网图，她不喜欢发朋友圈，头像下面只有2个字：错过。我以为只是柳如烟性子清冷，不喜欢被别人窥探隐私。现在拨开迷雾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柳如烟支支吾吾道：“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我语气不耐烦到了极致：“怎么，以为你掩藏的天衣无缝？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我直接让物业将他们赶走。柳如烟并没有带走她的行李，她说那也是她的家。柳如烟一直不肯签字离婚，我只好让公司法务将离婚一事诉诸法院。这2天，柳如烟并没有联系过我，但是我却接到了合作商的电话，称柳如烟再次联系了他，约着晚上一起吃饭。我提前让助理通知过所有的合作商，要是柳如烟再打着我的旗号帮禽兽拉合作，可以自行考虑。我直言了柳如烟已经和我没有关系。事到如今，柳如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让合作商们先稳住他们，晚上我会给他们看一场好戏。法务整理好了目前搜集到的所有的资料，包括柳如烟这3年在禽兽身上的花费。傍晚，柳如烟还闹了个乌龙，平日里她出席重要场合
都会去私服店做妆造，我已经停了他签单的权利。店员打电话告诉我说柳如烟在店里大吵大闹，扬言要直接穿着衣服走。我直截了当的回道，他的消费必须让他自己付钱，如果不付，你们可以直接报警。店员将我的大致意思转达给了柳如烟，柳如烟发了疯般给我打了10几通电话。兄弟韩星辰晚上陪我一起出席，他好奇地问我，他都疯成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拉黑他？我冷哼2声，想到之前我也曾有过好几次遇到紧急情况联系不上柳如烟，我笑笑说道，我只是想让他感同身受一下。最后，私服店的店员告诉我以闹事为由报警，将柳如烟带走。晚上，我和韩星辰走进包厢时，禽兽正在殷勤地招呼合作商们。见到我后，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方圆，怎么是你？合作商们见到我，赶忙起身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禽兽一时间脸色铁青，看了看我身后，满脸焦急。我见状出言提醒道，别看了，柳如烟今晚来不了了。禽兽不信邪，拿起电话就拨了过去。我直接将店员发给我的监控视频打开递给了他。禽兽看完后，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了下来。继而他满目凶光地盯着我说道，这一切是不是你主使的？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晚饭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我自然是提前调查了一番，可是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将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了合作商们，直言不讳地解释道，这就是我让你们自行考虑的理由。他不过就是一个靠着我前妻帮忙的软饭男。当柳如烟和禽兽暧昧的照片被摊开后，禽兽立马慌了神，伸手就要夺走。可是皮肤岂能撼动大树？合作商们直接将他推倒，摔在了地上。我走到禽兽身旁，捏着他的脸说了句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，那家公司是花的我的钱开的，我自然是要收回的。禽兽吃瘪，立马抱着我的腿央求，我只有这家公司了，你能不能手下留情，就当做是借钱给我的，等我有钱了再还你。我继续补充道，还有你的公寓也必须还给我。禽兽见我知晓了一切，立马换了副口气，方总，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？我没了公司和房子，就彻底无处可去。俗话说得好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见他这副眼眶红红的可怜样，我却心疼不了一点。我一脚踢开他，吼道，你早干嘛去了？话音刚落，禽兽立马提出，只要你把公司和公寓借给我，我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柳如烟联系，或者你直接给我一笔钱，我可以直接离开江城。我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一抹讥讽，我眉头拧了起来，冷声道，你凭什么认为你有和我谈条件的底气和身份？禽兽怔了几秒，张了张嘴，最终颓然低头。我是真的走投无路。那晚，禽兽被合作商们集体赶走。期间，合作商们当面和我说了很多柳如烟带着禽兽谈合作的事，都被我录了下来作为证据。直到我们吃完出来，禽兽还垂头丧气瘫坐在门口，他仍旧不死心，拉着我央求能不能把公寓还给他。我冷着脸摆手拒绝了。在你决定和柳如烟在一起时，就该想到这个结果。柳如烟从警局出来后，灰溜溜的到家门口拿走了行李，他没有选择。和柳如烟离婚官司开庭那天，柳如烟神情憔悴，早已没了往日的神气。被我赶走后，柳如烟和他爸妈回了乡下的老房子，我也不再给他们生活费。柳如烟的爸妈花钱大手大脚惯，只能对着柳如烟撒气。私家侦探告诉我，柳如烟被打得躺在医院里住了整整1个星期才下床。以前柳如烟稍微受点伤，我就心疼得不行，而后来我听闻这一切，内心却掀不起一丝波澜，因我方提供的证据确凿，柳如烟被判净身出户，还需要归还私自挪用我的钱。判决后，柳如烟发了疯般冲到我面前质问我，方圆，你一定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？你明知道我没有工作。我阴沉着脸，并没有回答他。那天晚上，柳如烟气不过，还带着他的爸妈提着几桶黑色油漆，跑到我的公司楼下乱涂乱画，说我是个骗子。我直接让保安报了警。这下柳如烟需要赔偿我的钱，还要再加上一笔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卖掉了婚房，重新在江边买了一套，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。